比特币要到明年才会破前高吗？ ETF 爆量流入，比特币是否要暴涨？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过往的周期。其实我们如果按照过往周期计算的话，我们要脱离前高的区间，大约到明年年初的才会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可以来稍微做简单的复盘。我们可以先看到我们当时在2017年的底部啊，2017年的年底啊。我们牛市的巅峰，我们在下一轮牛市的时候要突破这个巅峰时，其实我们中间经历的时间大约是1100天左右，你可以看一下大约是1100天左右。那当然了，我们这种突破并不是碰到跟突破还是两回事哦。我们这里的突破是它完全脱离了前高阻力的区间那大概是1100天。我们可以再把同样的复盘方式呢，然后应用在我们更上一轮的周期。我们当时13年的顶部，然后一直到突破这个顶部完全脱离这个区间呢，然后它花的时间其实就更久了。它花的时间呢，大概是1250天左右，1250天。那如果在更前面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好复盘了，因为我们当时2011年的上涨呢，它并不是典型的牛市至少不是减半的牛市所以我们在过往这2次的复盘呢，我们可以得出很相近的结论等于说大概介在1250天到1100天左右没关系，我们就直接取一个平均值这两者相加除以2是1175，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轮牛市如果说我们这轮牛市突破前高点的时间当然我们这里的突破并不是指碰到，而是指它完全脱离了这个区间。如果我们抓1175天，那我们可以来稍微观察一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1175天那么大约会在我们2025年的1月底左右那当然你可能会说啦，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有碰到74000了，对吧？那我们前高点在69000这样算不算突破呢？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这里的突破是指完全脱离这个区间。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已经突破69000了，我们价格曾经到的比69000更高，可是我们现在受阻的位置呢，依然是在69000大概7万美金附近的这个区间去受阻的。那我们所强调的是完全脱离这个区间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根据过往的周期，它真的在明年初它才脱离这个区间的话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操作呢？当然了，我们现在还差几个月的时间，并不是说它这里突破就不行而是如果我们按照过往的周期来看的话，那其实现在还是稍微早了一点点好，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其实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影响我们总体经济的，影响我们大背景的呢，就是美国降息我们可以再来复盘一下比特币跟美国降息之间的关系当然了，我们这次复盘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次。我们当时呢，在2019年开始降息的时候，也就是我强调的是预防性降息的这一段当然了，后面这种紧急的降息，对不对？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出现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不会出现这种紧急的降息那当然，如果出现紧急降息的话，大家绝对不要犹豫，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时机，而且会直接开启暴涨，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当时在这一段我们利率急剧下降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预防性降息，而且我们在开始降息的这一段，其实比特币你可以发现它是缓缓下跌的。那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下当时这段时间它降了多少的比例也就是它在这一段降息的时间之内呢，基本上比特币它就是震荡或震荡下跌。那我们当时的利率是从 2.5 一路降到了 1.5， 也就是说在 2.5 的基准之下降了1等于说降了4码总共100个基点那我们可以稍微计算这样的降幅大概是 40%，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基准是 5.5 我们在降息之前的基准是 5.5。 如果我们从 5.5 降息 40% 的话，那么大概是到3.3 左右。那什么时候会到 3.3 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 CME 它安排的进度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第一次降息就降得很猛直接降2码，
那接下来11月呢，也很有可能再降2码。当然了，这跟选举有关啊，选举嘛需要选票啊。然后如果说我们降到 3.3 啊，大概是 40% 左右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在1月底啊，或3月左右啊，1月底或3月左右，也就是至少都要到明年了。我们在今年要直接降到 3.3 左右，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基本上是不可能，就是目前看起来的进度是不可能到这么快啊。那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盘面的话，你不觉得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进度啊，也就是大概在1月左右的时间点，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复盘的周期呢，基本上是吻合的，对吧？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很简单，你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他会一步一步教你要怎么领取空头，然后你拿了空头之后，你可以拿去开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仓位，盈利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这跟一般的活动是不一样，一般的活动很多都只有体验金，它是没办法做提币的。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比特币呢 ETF 的流入啊，非常的猛，非常的夸张。我们在9月26号的时候流入了3亿6500万美金哦，大家要注意哦。你可能会认为说这个3亿多的流入并不是很多，但是以我们在这整个震荡区来说，这已经是我们2个多月以来最大的流入量，最大的单日流入量。而我们在9月27号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的流入量又直逼到5亿啊，5亿的美金啊，等于说我们26已经很大了，已经是2个月以来最大的流入量了。而我们9月27号的时候呢，流入量再次刷新我们这2个多月以来的记录。那当然，如果我们复盘过往的流入并且带起上涨的流入量，它大约流入个6-7亿呢，就可以开启暴涨了。那我们现在流入量是在5亿，周五的流入量是在5亿，大家对这种流入量绝对不要小看了，这样的流入量绝对是可以开启暴涨的这种等级啊。只不过呢，我们究竟能不能把这波多头顺利的走出去，其实还是要看我们这样子的流入量它能不能持续下去。如果说我们周一还有流入量，周二还有流入量，那我相信这波多头它就有很顺畅的开启。那如果说我们到了下周，我们发现流入量都慢慢消失了，开始走下坡，甚至慢慢消失，那我们这波多头呢，也会跟我们在震荡区里面开启的那几波多头一样最后都会以失败告终。其实我们可以看我们在过往的这整个震荡区里面，对不对？我们来观察一下这整个震荡区。其实我们有过很多次的上涨，而且上涨到顶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都有巨量的流入，只不过它有没有连续的流入那这就很重要单次的这个都不算数，或者说完全改变不了我们的趋势真的要能改变趋势，我们一定是要连续的这种流入那才行那我还可以给各位看一个有趣的数据你可以发现我们过往灰度它都是在不断流出了，可是到了现在也是ETF 通过也有8-9个月了，你可以看到现在灰度呢也不流出了。我们在9月27号的时候，它居然还是正的，而且正的这个量呢，也并不是说只有一点点对灰度来说也不是只有一点点在过往灰度基本上不管其他的 ETF 怎么走，它都是流出。那现在你也可以心里有个底，就是灰度的这些流出量呢基本上也是告一段落了就是要流出的也在前面几个月呢，也早就给它流出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ETF 的数据吧。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我认为是比较全面因为它把所有的 ETF 的流入的数据呢，从1月以来，从上市以来全部帮你统计零轴上流入，零轴下流出。那我们现在的流入量呢，其实在这个整个震荡区来说也算是不错的只不过连续性是最重要的。我们前面的流入量它能开启上涨，就是有连续。那我们现在呢，这就是我们要观察的重点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